再次见到他是在飞往西市的飞机上，中间竟已隔了4年。李延玉低头看了看手机，耳机里的音乐忽然切到了世界真细小。为何上天选今日，没防备的这一日，共前度分开多久，偏碰见于这日。他绷直脊背，垂眼扫了自己的着装，好家伙，蓬头垢面遇前任。李延玉将口罩拉高，避开了迎面而来的那道极有存在感的目光，就当没看见吧，周易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吧，周易。可当那个高大身影朝着他缓步走近，李延玉还是忍不住用余光看向了他。四周其实很嘈杂，许许多多的乘客次第登机，交谈声、脚步声、广播音乐在耳边不断响起。可那些声音在颅内回旋一圈，立马就成了没有实质的白噪音。时间在沉寂，所有人物都在退却，所有声音都瞬间停滞。他只能看见他，看见他的目光精准地落在自己脸上，然后眉峰微微皱起，停在了他面前。李延玉心跳得如擂鼓，握紧了手机，千千万万句话涌到了嘴边，但根本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。该说什么呢？是直接向当年的不欢而散道歉，还是若无其事地打个招呼，又或者假装不认识？他将坐在座位上，脊背上都渗出了汗。忽然觉得没有他的那4年好像成了某种不真实的梦境，只剩下重逢这一瞬深刻而真实。对面的周易没说话，只隔着一臂距离定定地看着他。此刻他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清晰地落满了他的倒影，仿佛无波无澜，又仿佛暗潮汹涌。二人就这样对峙着，避无可避，两种情绪在沉寂的时间里无声交谈。周易蓦地动了，垂睫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，嘴唇翕动，淡淡说了一句什么，目光又疏忽落回他面上。李延玉没听清，然后他神色古怪地反身走了。是怎么了？气得都不想坐飞机了。李延玉还在发愣，眼前忽然映入了一张职业微笑脸。空姐指了指远处侧身让人的周易，大声道：“女士您好，您的机票座位号能给我看看吗？”李延玉摘下耳机，将机票从置物袋取出，递了过去。空姐扫了一眼机票，笑道：“您的座位号是37B，您现在坐的37C 是这位先生的位置，请您按照机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。”周易神色冷淡，又说了句什么。这次李延玉读懂了他的唇语，他说的是麻烦让一让。原来他根本没认出自己，原来他坐了他的位置。李延玉觉得自己应该立刻破窗跳下去，等警察用粉笔来画他的尸体轮廓，才能盖过眼下这份尴尬。脑子轰热，他对空姐点了点头，飞快挪去了中间的座位。周易坐下来之后，再次皱了皱眉，他掏出手机，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跳跃了几下，然后将手机递了过来。李延玉定睛一看，备忘录上闪烁着几个大字：麻烦收一收水杯。李延玉连忙点头，小声说了句好的。刚拿走他面前置物袋里的水杯，就见他将一个文件袋利落地塞了进去，又将目光扫了过来，没有一丝停留，俨然看一个陌生人。已经开始难挨，或许他根本不该回西市参加婚礼。李延玉拉了拉口罩，将椅背放低，这样至少能和他错开视线。说不清是什么情绪，或许有点失落，只是一点，他一片混乱，脑子里嘤嘤嗡嗡的，灵魂已经不知去了哪里，也没个交代，只剩下身体枯在了略显狭小的座位上。他忍不住看向他，他还是那么好看，皮肤白皙，鼻梁挺阔，下颌线清晰而锋利，浓长的睫毛给阴朗的轮廓增添了几丝柔情，令他看起来寡情又多情，像冷玉的质地。飞机平稳起飞，机舱里渐渐暗了下来。李延玉有点恍惚，心里鼓噪不休，关于周易的过去一股脑钻进了脑子里，怎么也驱不散。最先想起的是高3拍毕业照的那个夏天，那时候已经很热了。他穿着校服，规规矩矩和全班同学拍完合照，正准备回教室，周易叫住了他：“我们拍一张合照，好不好？”少年有些腼腆，日光拢于一身，照得他一双漆黑瞳仁清透又璀璨。所有人穿上都丑得面目模糊的蓝白色校服，套在他身上也像拥有了灵魂。那是一个任何人都没办法拒绝的请求。李延玉点了点头，于是二人隔着2臂距离站在了摄影师的取景框里。摄影师抬头不耐道：“身上有刺是不是？站近点。”正腾挪间，身后突然走出一个女生，直接将二人拨开，站在了中间。她笑道：“咱们3个一起，你们不介意吧？”女生叫薛琪，喜欢周易。周易欲言又止，隔着薛琪瞄了李延玉一眼，没说话。摄影师喊了句茄子，3人不约而同弯了弯嘴角。拍完李延玉就准备回教室了，
却被一只手掌握住了胳膊。我们的合照还没拍，周易说。两人又站了回去，挨着手臂拍了一张合照。站在一边的薛琪表情十分微妙。后来，李延玉拿到了那张合照，照片里两个人青春逼人，因为日光强盛，脸颊上都带着玫瑰色的红，站得笔直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周易没有看镜头，而是侧头含笑看向了他。说起来，那时候周易脸上经常挂着笑，在人群里仿佛自带柔光，特别受欢迎。他总是偷偷看他，但只要他的视线转过去，或者和他说话，他就会立马移开视线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最真心的感情，总是以这种无措羞赧的面目出现的。李延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也明白，那时候的周易是真的很喜欢他。但现在，两个人就这么形同陌路，连重逢他也没有认出他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机舱内的灯又亮了，李延玉依然闭着眼睛假寐，迷迷糊糊之间，却觉得有道炽烈的视线停在脸上。他睁开眼，看到了空乘那张略带关切的脸，原来是要他调至桌椅靠背。飞机很快开始降落，他用余光瞄了瞄周易，他正认真翻看着一沓文件，十分专注的样子。也好，或许不相见才是最好的。下飞机取了行李，李延玉找了张长椅坐了许久，直到忙碌的机场大厅变得空无一人，才慢吞吞地往外走。时值凌晨2点，出站口也没什么人，远远只能看见一辆出租车伶仃地停在路边，亮着空车标志灯。西市是个2、3线城市，各行各业歇业都很早，这个点很难打车。为了不错过这辆车，李延玉不由加快脚步，高跟鞋清晰地敲击着地面，在沉寂的夜里显得莫名亢奋。没走出多远，他忽然注意到前面有个人，那个人身形俊拔，一手拖着行李箱，一手拿着一沓文件，正阔步往前走，是周易。没想到故意磨蹭了这么久，还能碰到他。李延玉边走边拿出手机，打开软件开始叫车。他步履生风，行李箱的轮子摩擦地面，转动得飞快，发出咻咻的声响。而前面的周易似有所觉，也加快了脚步。他没有回头，径直走向了那唯一一辆出租车。李延玉心里暗叫不好，几乎是连走带跑。夜风将他的裙摆扬得很高，但他发现他快，他更快，他提速，他也提速。无论如何追赶，距离始终落后一大截。明白了，他在和他暗暗角力。最终，李延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捷足先登，打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紧接着，出租车的空车标志灯暗下来，扬长而去。搞什么？是不是应该叫住他？他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视线跟着那辆把他带走的出租车去了老远。出站口空无一人，寂寂无声，灯火惶惶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无人接单的打车软件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莫名感到有点冷了。他收回视线，平复了一下气息，盯着打车软件发呆。没过多久，远处忽有强光照过来，李延玉极目望过去，才发现是刚才那辆出租车又开回来了。出租车停在不远处，司机费力探出一颗圆圆的脑袋来，朝他喊：“小姑娘，大半夜不好打车，你一个人在这儿也危险，拼车一起走吧。”李延玉立马走过去，将行李放好之后，坐进了后座。周易正坐在最里面，靠着车窗闭目养神，额前的碎发垂下，昏黄的光影将他的脸分出明与暗，是极温柔的色泽。李延玉收回视线，报出了酒店的地址。司机透过后视镜看过来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年轻人吵架了，好好聊聊，没啥过不去的坎儿，不要赌气，不然把感情吵散了可不知道。”他没明白这话从何说起，也不知道司机为何去而复返，只觉此刻力倦神疲，没有余裕再去周旋了。车内一片寂静，李延玉望着窗外，但也不敢睡着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车停了，司机瞧着后视镜嘱咐了一句：“到了，带好随身行李啊。”李延玉探头看了一眼，原来是先送他到了酒店，正准备扫码付钱，却听车内响起滴的一声，支付宝到账78元。身旁的男人已经收起手机，利索地下了车，轻轻关上了车门。他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也住这个酒店。